记录一下我的第一只奥特曼真骨雕。Hello， 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川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是来开箱这个最近热度特别高的迪迦奥特曼真骨雕。这个呢是万代推出的这个首款奥特曼真骨雕，当时啊一度炒上了1000块钱。首先因为它是迪迦，再一个因为它是真骨雕，然后万代还请了长野博回来宣传，导致这个发售价格就是400块钱不到的一个东西，炒到1000多块钱都有人愿意买。当然了，现在也是因为它这个大货的水平素质实在太差了，一度跌到了500-600。我这只呢是600多块钱入手的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啊，600多块钱对现在这个市场价来讲已经贵了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盒看一下我这一只吧。我的这一只迪迦真骨雕呢，从外观上来讲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，虽然也存在着掉色啊、这个蹭漆，包括这个就是涂装异界的情况，但是啊，看了各路大佬这个惨状之后，我觉得我这一只就目前来讲还算是不错的成色了。这个迪迦上手的第一感觉还是比较惊艳的，尤其是它这个脸部的细节还原啊，比 ACT 好得多得多。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造型还原也做得可以了，比 ACT 是好了不少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涂装真的一言难尽，我也是中了奖的。首先呢是这个腰部的这个紫色细节，这边是掉了一点漆，应该是被蹭掉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啊是比较还原了，但是这个漆真的一言难尽。大腿这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，这个银色的漆面有异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一款呢，在我感觉除了漆面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包括可动什么，这边手部基本上是能平举了，然后的话腰部可动也还可以，可动方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啦。就是作为一个经常会把这种模型拿来站柜的人来讲，其实我不需要什么可动，你只需要给我大概的还原就行。它这个确实很还原，但是这个漆面真的是离谱。我这一只呢，除了这边中了奖以外，其他地方其实有一些细微的小颗粒啊，那种上色的小颗粒，当然这个我就不计较了。配件方面的话，它这个配件啊给的没有 ACT 多啊，一个这个光线特效，然后接下来就全都是手型了和一个胸灯。我觉得你再怎么样给一个那个蓄力的特效键吧，毕竟 ACT 都给了。之后的话应该是会出小飞机的这个真骨雕和那个戈尔赞的真骨雕，我觉得到时候可以配场景了。这个配件包啊属实给的有点少。总体来讲呢，这一次这个迪迦奥特曼真骨雕，我个人应该可以给它一个70分，这里面绝对有20分是属于这个情怀分了。因为呢，迪迦真的是我的童年，我愿意为了我这个热爱的童年去给这个产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，但是绝对不能说明这是一款好产品。它这个说实话，你拆一盒全新的迪迦奥特曼真骨雕，就跟抽奖一样，就是看谁的这个瑕疵多，谁的瑕疵少，真的太离谱了，就跟赌博一样，没有必要的。迪迦奥特曼真骨雕绝对不是一款合格的产品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迪迦永远是我的童年，我只能这么说。OK， 今天的这个产品介绍呢就到这边了。我呢是一个平时不怎么玩 SHF 的人，所以呢希望大家轻喷吧，就看看开心就好，好吧？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3、2、1。